我是 Jen， 我是 J。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来宾，欢迎圆圆。欢迎圆圆，大家好。对，听说圆圆有很多问题想要问，那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圆圆来到现场，好听 Check 讲故事。好的。好，所以一样呢，先来听我讲。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清朝台湾4大奇案之一的吕祖庙烧金。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台湾的府城，而这里呢有一个特殊的，这里在府城在府城呢有一个叫六合镜的地方，这是府城特有的一个特色。镜呢代表是疆域的意思，所以六合镜呢代表是他们这个地区里面有一个民间信仰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呢的人，他们会因着这个信仰而凝聚了他们的民心，因此他们就有这样一个不同的一个特色的名。所以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六合镜当中，而这个六合镜当中呢，有一个神坛，当时候迎来了一位神明吕祖，也就是吕洞宾，他是中国道教的仙人，而他最有名的故事呢，就是八仙过海，其中的八仙之一。对，而这个神坛迎来了吕祖之后，他就很灵验，所以他的香火越来越旺盛，乡民呢都络绎不绝，所以他就从一般的神坛改建成一个大庙，而当时候也请来了一位法师住持在这间庙当中。过了多年之后，当时候有一位屠夫，他有娶了一位妻子，但是呢，这个妻子和这个庙中的法师逃来暗去。这个妻子呢很奇怪，一般我们去庙里都要带一个竹篮，里面呢会放着贡品和金纸。对，可是这个妻子被发现说，她常常去庙里的时候都是空的篮子，这就是台语所说的“瓜拉给瓜拉瓜拉给小鸡”。你要不要让圆圆讲一下标准？瓜拉给小鸡来，我们请美女演员来为我发音一下。就是寡拿给修提着篮子，可是里面假装要去庙里拜拜，可是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对，所以这个屠夫呢就觉得很奇怪，他就跟踪这个妻子到了庙里，结果真的在现场发现这个妻子和这个法师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这个屠夫呢当场就拿出他所带的这个屠刀，就将这两个杀害。事后吕祖就托梦给当地的乡民说有这件事情，而这个屠夫就被逮捕到衙门去。在这个衙门呢还没向他刑求的时候，这个屠夫知道说他是被吕祖托梦所告知了他的罪行，他呢就一五一十的说出了当时的经过。而在他说完之后，他就拿起旁边的烛台自尽往生。烛台自尽。对，烛台呢，以前它是会有尖尖的向上的一个利器的地方，就是插蜡烛的位置。是。对，所以它那个它就可以拿来杀害。好像就是烛台上面中间有一个像钉子一样，好可怕，插蜡烛。好可怕。对，所以他这位屠夫当时候就这样子往生了。事后，吕祖又托梦给当地的乡民说，因为它是发生在庙里当中，而这个庙就是就是命案现场，而且那里又是妖道淫人妻女的地方，所以吕祖就告诉这些乡民说要把这个庙毁了，以正道士清规。老师，吕祖真的有托梦吗？真的有托梦这件事吗？吕祖有没有托梦，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梦到。但是你刚刚应该是在问神明托梦。对。那神明是真的会托梦吗？因为你有没有听过土地公托梦大家就会梦到蛇？有，这个我小时候有过，而且我大概在国中还高中的时候，真的有梦到蛇，然后无意间跟家人说，然后我家人就说，那你要去附近的土地公拜拜，今晚就带你去，我就真的去了。对，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对，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老师真的是这样吗？神明是真的会托梦，只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并不是说在梦里面才
跟你讲话，因为我们以为托梦是神明在我们睡梦中跟我们讲话。那但是并不是这样的，而是说神明在你整天24小时都可以传讯息给你。对，可是因为你在白天生活的行住坐卧里面没有办法专注的接收这些讯息，那你要到了入睡的时候，这些讯息才能够在你的那个脑里面去流动，所以你就会以为这个是晚上睡觉才获得这个讯息，然后就会称说这个叫做托梦。对，所以也就是说，神明会不会托梦？会，但是托梦的意义是，它只是传递讯息给你，那你只有在睡梦中才有能力接收这个讯息。那这样祖先会吗？因为我有听过祖先超会托梦，超会托。对，祖先很爱。是例如我们可能没有贡品，没有准备他们喜欢吃的，还是他们有想念大家，所以就来吗？还是什么？他比如说这个祖先没贡品，没人去供他，什么他都会。他只要是生活不如意，还是没吃没喝，还是说他埋葬的地方不 OK， 他就会想要找子孙。对，就跟你们的爸爸妈妈一样。那我怎么知道今天来跟我梦的是神明，还是祖先，还是鬼魂之类的？原则上呢，如果是你的祖先，那你一定会知道是他。对，比如说我就有梦过我爸爸来给我托梦嘛，那我就是梦到他本人。对，那可是是不是神明就不一定，因为你不见得认识神明。对。那可是，在梦里面，大部分的神明会告诉你他是谁，他会说我是哪一族。对。然后但是祖先不会告诉你他是谁。为什么？对，因为他不是哪一族。那他可不可以说是哪一位祖先呢？有时候太远的祖先，我们可能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哪。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你的祖上的谁，他也不知道你是他祖下的谁。结果已经是他的曾孙好几辈了。对，他也搞不清楚是哪一代。对，你搞不清楚他也搞不清楚你。那这样我怎么知道你是谁来？那他怎么知道的？他怎么知道我们是他的？就是他的子孙。因为我们在地球投胎诞生的时候，我们就承接了我们祖先的血脉。那这些血脉，它就像 DNA 一样，它就是可以找得到你。因为他寻的那边，理论上他只要是他后代子孙，他生活不如意，缺了什么东西，他都会去找他的后代子孙，试图要讲这件事。那一直到有所谓的我们说的敏感体质或者是感应比较强的人梦到，才会反映这件事。所以如果没有那么敏锐，我可能睡梦一梦我就忘记了。对，或者是你梦到你不知道，那我变成我没有接收到他。对，那他就在找别人。对，他就过来骚扰我。对，这个假装不知道。我都不知道，睡醒就忘记讲，他就过来骚扰我，他就去骚扰那些有感应很强的人。就像他寄 email 给你了，然后你就是不开信箱，你就开了信箱，那你就收到，你就收到。那当然前提是你有没有开信箱的能力。老师，那我很好奇，是有神明托梦，有祖先托梦，然后有梦就是纯粹梦啊，就是我们在做梦只有这2种吗？梦有分4种等级。第一个呢，就是属于身体相关的，例如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是不是会梦到我们在梦里面想上厕所，然后现实环境是尿床，那就是身体的回馈反应，它借由你睡梦中给你释放这个讯息。那个我有发，对，然后就真的不同意。然后呢，那第2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表意识的梦。表意识讲的就是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比如说我们白天可能聊到我们想要去看某个电影，那看鬼片，看鬼对，吓到晚上睡不着吧？然后晚上又梦到鬼，然后又尿床，好惨。好，
那第三个梦呢，就是刚刚讲到的，它是属于潜意识。潜意识讲的就是灵魂相关的梦。潜意识的梦、灵魂的梦，还有分刚刚你说的神明多梦啊。那因为神明是一个灵魂，是灵魂体，然后来传递讯息给我们。那祖先也是嘛，也是灵魂体的一种。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灵魂体前世的记忆的梦。那它也有我们灵魂出窍发生的事，就讯号接收回来的这个梦。老师，你刚才说如果我们做前世的梦归前世的梦，那是灵魂的记忆。哦，对，然后灵魂出窍是当下你的这个身体在生活中没有去哪里，但是你的灵魂离开你的身体，去到别的空间、别的地方，然后它会传递讯息回来给你这个身体，传递到脑袋里，脑袋会接收。可是你白天都在，比如说现在你跟我们在聊天，你就没有办法专注的接收灵魂现在外出的讯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灵魂出窍，几乎所有的灵魂本身都有能力离开我们的身体。那我们如果灵魂出窍，我们就变单一。不用灵魂出窍，有些人是傻傻，所以跟那个好像跟傻傻的有关。因为好像感觉灵魂如果不在我们身体，好像整个就会变得模式。那只是没精神而已，不至于到就是好像这个就没灵魂。灵魂就是不太被懂，你问到有点没礼貌。就是不太懂。因为以前都会想说，因为有之前看过一些资讯，就是说有些甚至他可以透过打坐，然后他就会感觉到他的灵魂。就是你现在人明明坐在这里，可是你可能接收到某些讯息是你，比如说你的灵魂跑去印尼，然后你在印尼的森林里面散步，你就好像有一个画面突然闪进来。那第四个梦呢，就是属于集体潜意识的梦，例如什么？例如有些人在921大地震的前夕，他会梦到大地震，或者是说有些人会在大海啸前，他有梦到这样的梦境，那就是他有这个预知。但是通常这个第四种的这种集体潜意识的预知梦，都是发生了之后才知道你曾经梦过它。今天我们就聊到这边，然后真的有神明托梦，甚至有别人也会托梦给你，24小时都可以传递讯息给你，只是你人类的构造通常都要在梦境里面比较能够专注的接收这一些讯息。那我要一听到我睡觉，你不要再做白日梦了，我就可以接收很多讯息耶。我们不要理难怪我那么喜欢睡圆觉圆。喜欢做白日梦，圆圆喜欢做白日梦，不要理他哦，还是要认真工作，认真睡觉哦。对，大家就趁疫情期间多睡点。那我们也感谢圆圆今天来给我们探班，对，谢谢，那我们就先这样了，拜拜。拜拜。